现在是10点钟。自从买了那台 TMR 的机器啊，速度快多了。因为现在这个天亮的比较早嘛，大概就是7点多。7点钟开始喂食的话，就是打尿的话，也就1个小时。8点多一点点就搞定了。这些牛基本上在吃完之后，喝完水就很安静了。上次有朋友问我，他说我们的牛为什么要圈养？为什么要这种拴养，也不叫圈养？那是因为没办法，场地有限。如果是场地比较大的话，我也喜欢大的圈养，但是也不能一下子圈太多，可能一个圈的话放个10来头母牛就够了。因为这个母牛啊也是挺麻烦的。你像我这一条全是保胎的母牛，有的时候圈养啊怕出现问题，主要就是怕这个牛啊顶架。顶架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造成早产会出现这样的意外的情况。这样拴养虽然差一点，但是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高。你像这一栋的话，像这一个栏2个10来头就没问题，这面积也不大的，场地利用率比较高。这样拴养最大的坏处就是什么呢？这个牛运动量太少，特别是母牛，吃饱了就睡觉，基本上没什么运动。这样的话对你的尿的要求比较高，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一定要到位，不然这些牛淘汰的几率比那种圈养的、散养的要高多了。很多人问，他说这样拴养会不会难产的几率比较高？其实我们养了3年，难产的我只遇到了1头，其他的都没问题。哪怕是那种头胎的母牛，那当然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说头胎的牛你不能把它养得太肥，养得太好。太好的话，这个难产几率会比较高的。因为你母牛比较小的情况下，你把牛犊养得太大了，那当然会造成难产。你像我们这种牛犊的话，像这边都是还没断奶的小牛犊，像这些牛犊就配了运动场，这个牛犊的活动量就比较大，主要是为了这些牛犊出去晒太阳。晒太阳也是补钙嘛，牛犊运动一下，它长势也要强很多。如果是场地够用你像这么一个栏的话，2个10来头母牛，后面配个运动场，那真的就舒服多了。无论是哪一种养殖方式都有利有弊，只是看自己怎么去管理的问题。